欢迎来到13俱乐部，我是龙平，我是 Colin， 这是13俱乐部的第1集，欢迎来到13俱乐部，然后真正的第1集。对，他是新加坡人，然后我是台湾的学生，这样，然后我们是硕士的同班同学。最近选举刚结束，但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耿耿于怀，然后这件事情一直很少人讨论，所以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游戏室，就是今天要玩一个游戏，然后这游戏的名字我们一起念好了，叫做等一下，我对今天要拍什么完全不知道。对，没关系，没有 say 过。对，我们今天玩的游戏是公投投票现场之最不爽快奥博大评。就是在公投的现场发现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件事情？但没关系，我在新闻上有看到一点点。OK，然后游戏我把它分成2 part，第一 part 就是我会先给你看事件，然后有一些事件可能是我编的，然后有一些事件可能是真的发生，你要来猜它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然后第2 part 就是你来排名，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你的我最不爽的你激怒程度会是怎么样 ？OK 吗？很简单。好，我们现在有一个热身题，这你可能看过。票务员在我的选票里面夹宣传单，教我怎么投票。你觉得这是真的是假的？投票的场所的30公尺以外，你都不能宣传。票务员，哇，这我觉得是真的。OK， 好 ，1 for 1，目前这一题是真的。OK 吗？好，那我们来进行第2题了。等一下，所以是那个票务员他自己想要影响人家的决定，然后他自己塞进去的。对。OK， 所以你已经有点 shock 了吗？那我觉得你可能会撑不过后面的几题。好，下一题，第2题，我要投1、2、3、4号公投票，票务员只给我2、3号的投票单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有发生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1、2、3、4。我这个票数是我自己乱掰，因为我不想要放任何的其他的议题在这里面啊。但常合，对，我有的，对 ，OK， 答对，情景2。哇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就我女朋友有说啊，那时候很生气啊，就大家很在意，我们这年龄很在意的那件事情啊。那搞不好等一下你也会看到，你已经知道了。好，有可能，没关系。情境3，请问这个章是问号，票务员要我用笔盖章，还是要我投备票吗？请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等一下，这个要一点 backstory。OK， 笔盖章，我们盖章的时候都会有进去之后都会有一根棒子，然后上面就有一个圈圈在一个谱字，的那个章，那个才是可以用那个投。如果你不用这张投，你用任何其他的章投都是废票。也就是说，票务员给你笔盖章让你投票，这件事情是真是假？请问，我觉得是你掰的，真的有这件事情？哇！我鸡皮疙瘩，真的吗？对，我的妈！好，那你准备好下一题吗？只剩2题而已。我们不是热身吗？没有啊，进入完全快啦，没关系。第1题是热身，第1题热身，2、3题已经是热完身马上就开始。来了，那进入第4题。我在做梦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我盖这些？票务员帮我把票都盖好了。请问这题是我掰的还是它是真的？如果它是真的的话，你能接受吗？我这样玩不出来。我这个比前面几个都扯啊！如果是真的，我真的我觉得。What do you think? Maybe I'm just making it up. Maybe I'm not. Maybe I am. I don't know. How about you? 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你编的。我掰的吗？这个最像编的，我觉得。这是真的发生的事情。有一个，等一下，这在哪里发生？ Okay, 不会是台北吧？都有可能，我忘记哪里了。被爆出来的那一个是因为有一个阿公，他可能比较有意识吧，然后他进去投票所，然后就拿到一叠，因为你可以要公投票，你可以全都要，结果他拿到了之后，他打开看，全部都投好了，然后他就骂那个票务员，但是那个票务员就只是把它拿回来，然后再给他一叠新的而已，他没被惩罚。但这件事情是真的，在台湾的投票所发生的事情。Oh my fucking god！ 我要离开这里，我要回新加坡。
我觉得这些事情最惨的不是这些事情发生，是这些事情发生之后还没有一个公正的那个result。对。而且我觉得光是拿随便挑一个来好好去调查，都是一件大事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是这个新闻，这4件事加起来我都，但是这个新闻我只听到对啊，但是新闻都没有被做大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们等一下继续讨论好了，还有最后一题。那我还以为我来到手作教室，投票棚不见了，票务员开桌教大家投票。这个情境就是呢，进去到投票所，然后公投票很多嘛，直接把那个投票本收起来，票务员就大纸摊开，然后来这里要怎么投，这里要怎么投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这里看，但我现在很相信，我现在很非常相信全部都是真的，然后你根本就没编，就来误导我。这里看起来很像周星驰的电影。对，去的那你觉得那你觉得这一题是真的还是假？我觉得是真的。好，是真的。最后证明一件事情，我没有一题是白的，每一件事情它都血淋淋的发生了。然后如果给你排的话，你觉得哪一个是你会最生气？第一个就是夹传单嘛，第二个就是给错单，第三个就是盖错章、放错章，第四个就是帮别人盖票，最后就是手作教室。我觉得第4个，我觉得那个最不行。第4个是什么？就盖好了。就是以民族的概念来说，第4个是最不行的。那你不觉得，假如说你要1、2、3、4张票，他只给你2、3张，你明明你也确那是我第2啊，那是我第2，所以帮忙盖票，然后然后放错章就是第3啊，因为你就是这3个都是想要误导你啊，他就是用你夹传单夹传单这件事情啊，至少你没有逼人家去投。是你拿到了，你还有选择，你还有说哦，我拿到了，你想要影响我啊，我不理你啊。那其他的东西就是真的是想要引导人去就是那 mislead， 就是真的是 mislead 人家。所以1是这5个里面，我觉得最。你知道手作教室这个还有一点点，就是有人有里面其他的票务人员，他就看到这件事情在发生，然后他就跟他说你不能这样，然后那个在教大家投票的时候，你这样我可以叫你出去哦，他被骂，然后他就是被气走了。你觉得1张票的价值多少钱？它是有一个实际数字，我只是问你一下。我觉得这要看一个政府有多么重视一个人民的 voice。OK， 那我就不卖关子，反正有人不想投公投票，所以他拿了10张之后，他就把它撕掉，10张票全撕的，他当场被罚了5万块，也就是说1张票是5000块台币，那就大概新加坡200。不管是直接或是间接的把你的票变成是他的意思，或是直接不让你投，或是让你投废票，那你觉不觉得这些票委应该要得到应有的惩罚的？我觉得这很严重这我觉得不，我也是这么想。我觉得不应该只是以撕掉1张票的方式去罚他。那你的 minimum 是什么？你最低限度，你觉得他们至少应该要怎么被罚吗？抓去关了我也觉得可以抓去，但你知道目前现在中协会主席下台，目前就这样，你觉得这样够吗？ Oh hell no！ 一点都不够，因为我也觉得不够啊。因为下面的人做了什么事情好，就算你今天知道好，你承认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知道是你指使的嘛，那如果你不知道，罚你有什么屁用？那身为一个新加坡人，看到知道了我刚刚讲的这些消息，你的惊讶程度从1分到10分来评个分吧，超越10分吧，真的我觉得最后2个有让我。但是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事情，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希望透过这影片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，我们这次投票真的是一下很多很奇怪的事情。我知道有很多受影响的人，他们都不愿意去讲太多话，因为他们不想要变成好像是在讨牌，所以他们不想要讲更多话，或是不想要去争说我要怎么样。但是我觉得这个，然后有一些人就真的会说，你们讲这些话是唯恐天下不乱吗？不直面问题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。把它讲得更严重的话，就是这关系到人民怎么相信你的民主制度。上一代他们至少有经历过，就是从没有选择到有选择的那个过程。我们生出来就有选择，但如果你不给我们公平的选择的话，我觉得很多这一代的人会直接就放弃。其实公投本来就不是我投了就可以改变什么，因为它只是给政府做一个参考。但我觉得，就选票还是有选票的价值吧，这是我们跟政府说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。就
就这样吧。这一集就这样。真的好难过，其实。我女朋友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她直接就说看了很伤心。我觉得一旦一群人都觉得看了很伤心，你整个国家的 morale 是塌下来的。然后 morale 一下来，跟着就是放弃。一旦放弃民主，就没有人想要去行动，没有人要行动，你国家整个政治坛就会往下垂。特别是像台湾是完全是民主制度的。我真的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啊，蛮有意义的。应该让更多人看到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多多分享，多多订阅。如果你们有想要我们讨论的东西，也可以在留言下分享。导演在笑了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。